如果一部短劇沒有霸總式的強勢寵愛，沒有一上來就甜到發膩的戀愛橋段，卻能讓觀眾在短短幾天裡瘋狂追更，甚至因為兩個陌生人的相遇而一次次破防，那麼他到底憑什麼？最近，王浩真和郭雨欣主演的《好雨之時節》就成為了這樣的存在。這部都市愛情治癒短劇於2026年8月14日在紅果短劇上線，故事圍繞兩個遭遇婚姻背叛的陌生人展開。更讓人意外的是，作品上線後迅速衝出圈。公開報道顯示，它首日熱度值達到8485萬，付費端播放量在上線16小時後突破1億。到了上線第8天，相關平台數據更顯示有效觀看已經突破10億。這樣的速度，對於一部以情感治癒為核心的短劇來說，確實相當亮眼。而真正讓觀眾上頭的，可能還不是這些數字。大家真正討論的是王浩真和郭雨欣之間那種越來越明顯的 CP 感，不是那種刻意制造出來的甜，而是一種經歷過傷痛之後，兩個成年人慢慢靠近彼此的感覺。這也是《好雨之時節》最聰明的地方。故事一開始就沒有給觀眾一個輕鬆的愛情世界。女主10歲發現丈夫背叛自己，而且更殘酷的是，她找到證據之後，直接找到了男主宋之杰。因為宋之杰的妻子正是10歲丈夫出軌的對象。也就是說，這兩個原本完全沒有交集的人，因為同一場背叛，突然站到了彼此面前。一個是被傷害的女人，一個是被背叛的男人。他們不是因為一場浪漫邂逅認識，而是因為一場婚姻裡的裂痕相遇。這種設定，第一眼看上去甚至有些扎心。但也正因為如此，觀眾很容易理解他們，因為他們一開始並沒有馬上墜入愛河。他們首先要做的是面對自己已經破碎的生活，而這恰恰讓後面的感情變得更加真實。好雨之時節的核心，並不是簡單的告訴觀眾，一個人被傷害以後應該馬上尋找下一段愛情。它更像是在問，當一個人被最親近的人傷害之後，還能不能重新相信別人？還能不能相信愛情？還能不能相信自己值得被認真對待？於是，宋之杰和10歲的相遇就擁有了一層特殊的意義。他們不是互相拯救的完美男女，他們都是帶着傷口走進這段關係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觀眾會覺得王浩真和郭雨欣之間的 CP 感特別自然，因為他們之間真正吸引人的，並不是單純的顏值組合，而是人物情緒上的互補。一個人懂得你的痛，一個人知道你為什麼不敢再相信。有時候，真正能夠打動人的愛情，就是從一句我理解你開始的。更特別的是，這部劇沒有把所有重點都放在狗血衝突上。按照公開劇情介紹，《好雨之時節》把故事放在大理蒼山洱海這樣的自然環境之中，讓兩個經歷婚姻創傷的人在新的生活環境裡慢慢靠近。作品也明確打出了日久生情和雙向救贖的標籤。這幾個字其實已經解釋了為什麼這對 CP 會讓人越看越上頭。日久生情意味着他們的感情不是突然發生，而雙向救贖則意味着不是只有一個人在付出。10歲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宋之杰同樣需要從失敗的婚姻裡走出来。所以他們之間真正動人的地方，是彼此都沒有把对方當成一個治癒工具，他們只是恰好遇到了一個能夠聽懂自己的人，而愛情就在一次次理解、陪伴和試探中慢慢發生。這比一見鍾情更加容易讓觀眾產生代入感，因為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感情本來就不是突然出現的。很多時候，一個人真正喜歡上另一個人，並不是因為對方做了多麼轟轟烈烈的事情，而是因為某一個瞬間，你發現對方記得你說過的話，發現你難過的時候，他沒有追問，發現你想逃的時候，他沒有強迫你留下，甚至只是下雨的時候，有人默默站在你身邊。這些細節才是成年人愛情裡最容易讓人破防的東西。
而好雨之時節這個名字本身也非常有意思，它來自古詩中大家非常熟悉的意境，雨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到來。愛情似乎也是如此，有些人不是沒有遇到過愛情，而是遇到的時間不對；有些關係不是沒有真心，而是兩個人都還沒有準備好。而當一個人經歷過傷痛之後，終於遇到另一個真正理解自己的人，那種感覺就像一場遲來的雨，不一定轟轟烈烈，卻剛好落在最需要它的季節。這也讓劇名和故事產生了非常巧妙的呼應，從傷痛走向治癒，從懷疑走向信任，從一個人獨自面對生活，到終於有人願意和自己並肩。所以觀眾看到後面會發現，這並不是簡單的離婚之後重新談戀愛，它講的是一個人如何重新認識自己，也講的是兩個受過傷的人如何重新學習去愛。而王浩真和郭雨欣的表演也恰好承載住了這種比較細膩的情緒，尤其是兩個人的相處方式沒有一直強調甜，很多時候他們之間的情緒是克制的，一個眼神，一次停頓，一句看起來很普通的話，甚至一個沒有說出口的關心，這些東西組合起來反而讓 CP 感不斷累積。這也是為什麼不少觀眾看完之後會開始反覆回看兩人的互動，因為第一遍看的時候你可能只覺得他們關係不錯，第二遍再看你會突然發現，原來那個時候他已經開始在意他了，原來他嘴上說着不在乎，其實已經慢慢把對方放進了自己的生活。這種後知後覺的甜才是短劇最容易制造上頭感的地方。而且好雨之時節還有一個很容易引發討論的地方，他沒有把被背叛簡單處理成男女之間的輸贏，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經歷背叛之後人應該怎麼重新開始。很多愛情故事講到這裡就結束了，你發現對方出軌，你離開，然後遇到更好的人，大團圓。但現實並沒有這麼簡單，真正困難的是離開之後的日子。你會懷疑自己，你會懷疑別人，你甚至會懷疑自己曾經相信過的愛情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所以宋之杰和10歲的感情才會讓很多成年人特別有共鳴，因為他們需要面對的不是喜歡不喜歡這麼簡單，而是我還敢不敢相信。這一層情緒讓他們的愛情多了一種成熟感，也正是這種成熟感讓王浩真和郭雨欣的 CP 從普通的熒幕組合慢慢變成了觀眾願意追下去的情感關係。當然，好雨之時節能夠突然爆紅，也離不開短劇本身的節奏。公開資料顯示，這部作品一共89集，於8月14日上線紅果短劇。短劇最怕的是什麼？就是開頭不抓人。但好雨之時節偏偏一開始就把最大的情緒衝突擺到了觀眾面前，背叛、婚姻破裂、陌生男女相遇，然後是慢慢展開的治癒，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明顯的情緒曲線，先讓你痛，再讓你疑惑，然後讓你期待，最後再用一點點甜把你留下來。這其實就是最典型的情緒型追劇邏輯。觀眾不是為了一個單純的甜寵結局留下，而是想知道這兩個受過傷的人到底能不能重新幸福，他們會不會再次相信愛情，他們之間的關係最終會走到哪裡。而這也是王浩真和郭雨欣這對 CP 最讓人上頭的地方，他們不是一開始就甜到爆炸，恰恰相反，他們越是經歷過傷痛，後面的每一點溫柔就越有重量。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受過傷，那麼一句我會陪着你可能只是浪漫台詞。可是當一個人已經經歷過背叛之後，另一個人依然願意站在身邊，這句話的意義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好雨之時節真正讓觀眾心動的或許不是愛情本身，而是愛情重新出現之前那段漫長的等待。两個已經不敢輕易相信別人的人，終於又願意把自己的心交出去一點點，這才是最甜的部分。
而且從目前的討論來看，這種傷痛加治癒的模式也讓這部劇在海外短劇觀眾之間產生了一定討論。有觀眾將它概括為被背叛後的治癒愛情，認為它更偏向安靜、觀察式的慢熱關係，而不是傳統的霸總甜寵模式。所以，如果一定要問好雨之時節為什麼會意外爆紅，答案可能有3個。第一，是他抓住了成年人愛情裡最真實的情緒，不是甜，而是傷過之後依然願意相信。第二，是王浩真和郭雨欣之間的 CP 感沒有完全依靠外部包裝，他們的關係建立在人物經歷之上，越了解他們的過去，就越容易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靠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部劇讓觀眾重新相信了一件事情：愛情不一定要發生在最好的時候，有時候它偏偏會出現在一個人最狼狽、最脆弱、最不相信愛情的時候。就像雨一樣，它不會提前告訴你什麼時候會來，但當它真的落下來的時候，你才發現，原來自己已經等了很久。王浩真和郭雨欣的這份 CP 感，也許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不是因為他們每一次同框都甜到犯規，而是因為當他們站在一起的時候，你能感覺到2個受過傷的人終於遇到了一個能夠理解自己的人。這份默契比單純的撒糖更加珍貴，也難怪短劇上線之後，會有越來越多觀眾開始關注宋之杰和10歲這段關係，因為大家真正想看的從來不只是他們最後有沒有在一起，大家想看的是2個曾經被愛情傷害過的人能不能在彼此身上重新找到勇氣。如果可以，那麼這場愛情就不只是戀愛，而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重生。這也許就是好雨之時節最意外的驚喜。他用一場背叛打開故事，卻沒有停留在痛苦裡。他讓2個陌生人從傷口出發，慢慢走向理解，走向陪伴，再走向愛情。而王浩真和郭雨欣也正是在這樣的情緒推進中，讓這對 CP 越來越有真實感。有些愛情是烈火，來得快，燃得猛，轉眼就讓人心動。但有些愛情更像一場雨，安靜的來，一點點落下，沒有轟轟烈烈，卻剛好滋潤了已經乾涸很久的心。而好雨之時節講的恰恰就是後者。所以，如果你也曾經經歷過失望，曾經懷疑過愛情，或者只是喜歡看2個成年人從陌生到熟悉，從防備到信任，再從傷痛走向浪漫，那麼王浩真和郭雨欣的這場雨，或許真的值得你慢慢看下去。因為真正讓人難忘的，從來不是愛情最甜的那一刻，而是一個人受過傷以後，依然願意相信，相信有人會來，相信有人會懂，相信即使錯過了最好的季節，也終究會有一場雨在剛剛好的時候落下來。這就是好雨之時節，也是王浩真和郭雨欣這對 CP 真正讓人越看越上頭的原因。